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近在使用德美利证券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和德美利证券来来回回沟通了几次，最后问题也都解决了。我经常收到小伙伴们咨询关于德美利证券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地址证明怎么搞，审核太慢怎么办，如何申请保证金账户，如何申请期权账户，如何修改个人信息等等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可能会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。比如我开户的时候，身份证明用的是护照，地址证明用的是身份证是可以的，但是有的小伙伴却反馈这样的方法不行，所以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。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是有用的，但是其他人使用这种方法却没有用，所以建议大家遇到问题最优的选择是联系德美利证券的客服。官方介绍的德美利证券客服有4个渠道，第一个是电话联系，第二个是微信，第三个是德美利证券线下分行，第4个是传真。今天的视频我就会向大家介绍这4种渠道，具体应该怎么联系，哪一种渠道解决问题是最迅速，每种渠道都有什么优缺点。另外，其实这4种渠道对我们中国大陆的客户来说都不是很方便。通过我自己的使用体验，我总结出了第5种方法，可以更加方便快速的联系客服，帮助大家解决问题。通过这种方式联系客服，基本在工作日当天就可以收到回复。那我们一个一个开始吧。首先是电话联系，强烈建议大家都去开通注册一个 Skype。Skype 是微软推出的一个虚拟电话服务，最初只支持语音，现在也可以视频聊天了。为什么推荐大家去注册 Skype 呢？因为使用 Skype 可以免费拨打任何美国公共机构的电话，包括政府机构、银行、券商。我自己就是使用 Skype 联系过 BOA 美国银行、美国花旗银行，还有德美利证券的客服。Skype 的注册很简单，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微软账户，你甚至都不用注册，直接用微软账户登录即可。这边是德美利证券的客服电话，我们用 Skype 打过去试一试。我们点开电话这一栏，前面有4个选项，新账户、现有客户、退休顾问，这些都是英文服务，我们不用管它，我们选择华语服务专线。如果我们使用 Skype 拨打这个电话，需要选择美国境内这个号码。我们打开 Skype， 点击拨号图标，首先选择国家为美国，输入电话号码。这个时候已经接通了，是中文客服。因为 iPhone 无法电话录音，所以这里是静音的。另外 Skype 这里还有一个字幕的功能，如果我们拨打英文的电话，可以利用这个自动生成字幕的功能帮助我们理解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客服，我们首先扫描这个微信二维码，这时候会跳转到德美利证券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公众账号，经常会发一些市场信息和投资技巧，还是有一定价值的。我们点击服务中心，选择在线客服，选择客服代表，这边迟迟没有回复，我再发一个消息试试，还是没有回复。下面只有一些常见问题的预设回复，上一次我联络问了一些问题，回复是有回复，不过都是机器回复的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不推荐大家使用微信客服。下面是德美利证券线下营业部。德美利证券在美国有175家线下分行，基本覆盖了大多数地区。如果你在美国，可以到营业部办理业务，这样的速度肯定是最快的。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邮编，我这边输入纽约的邮编10001，点击查询，这边系统会以地图的形式展示附近的营业网点，还有网点的营业时间、联系电话等信息。这种方式适合在美国的小伙伴。接下来是传真，这种上古时代的通讯方式，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在用了。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个德美利证券官方没有说明，但是十分快速有效的客服方法。
这个方式需要你已经开通了德美丽证券的账户，如果没有开通，那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催吧。我们登录德美丽证券网页版的后台，选择客户服务，点击讯息中心，点击右边的这个标签页撰写，第一栏输入标题，比如我要申请开通保证金账户，这边需要输入英文，如果英文不是很熟练怎么办呢？我们到 DeepL 这个网站来翻译一下，这边输入中文保证金账户申请，右边就翻译好了，复制过来。下面选择问题的类型，我们直接选择保证金。右边输入自己的问题，同样的，我们到这个网站来翻译一下。当然，其他的翻译网站也可以，不过我个人觉得 DeepL 的翻译质量目前还是不错的。翻译完成，复制过来，下面这里可以添加附件，包括截图、文件、表格都是可以的。全部填写完成之后，点击下面的发送就可以了。发送成功之后，我们点击查看信息，点击已发送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发出去的信息了。比如我这边咨询的问题是2点35分发送的，在收件箱里看到9点53分就有了回复，速度还算快的。咨询类的问题，工作日基本当天就可以解决。其他的问题会慢一点，比如之前我搬家了，需要修改家庭住址，在网页后台是无法直接修改的，系统提示你要在工作时间内打电话修改。英文口语我也是很菜的，所以就试着用英文翻译，在信息中心发消息，3个工作日后收到邮件提示我地址已经修改成功。申请保证金权限，我也是在消息中心发送文件申请的，3个工作日还没有收到回复，然后我就在消息中心发邮件催，消息发出后很快收到了回复，2个工作日后就开通成功了。所以我个人强烈推荐这种方法联系客服，活用英文翻译基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